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草。今天这部是我在3.1的第一支拓荒角色，暴徒重度粉碎将军战红。这是我连续3季都使用这个流派来拓荒了，因为这个流派的强度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动，一样在初期取得一些基本装备就能顺利的通关。角色的生存能力放到这一季来看一样的 OP， 在练到95级时，一共只死了89次，途中所有的 BOSS 战都是自己打过的。在打赢新的左绕总督和吞噬天地时，身上的花费大概是200多息，主要只花了5息买盾牌、100星的行尸走肉以及100息的加2范围等级的白袍。因为这一季新加入的传奇盾牌破晓，给了这个流派初期很高额的伤害。目前看来，除了这个流派以外，还真没有什么人在拿这个盾牌。不过破晓也只是一个过渡装备，在后期还是得制作一面战红冷却的盾牌会比较好。而前期的拓荒方式也可以点右上角的影片参考一下。我个人是建议灵体玄武打完剧情，练到7只等左右，把战红圈的各个冷却天赋都点一点，之后再花个几息买一面破晓，就可以一路打到红土了。再次强调一下，要转战红之前，记得要把冷却天赋圈点完，以及要一面护甲过高的盾牌。建议是能用破晓再转，因为如果你很早就转了，可能会因为战红的冷却太长而玩到吐血。然后因为这一季有很多新的玩家加入，我还是大略的讲一下这个流派的一些心得。首先讲一下将军战好的优点，第一点就是跑得很快，跑得有多快自己看影片就知道了。虽然你有可能穿猎手或魔血跑得比我快，可是如果我穿的话，一定是我最快。散打的话则是例外，因为你是用飞的而不是用跑的。第二点则是自动打怪的系统，将军战好这个技能是从尸体中召唤出幻影战士，然后会使用串联的攻击技能自动去打怪，所以你的人物本身只要专心的走位，一直跑，打王的输出也完全不会降低。这个对于手残的玩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。第三点则是优秀的防御能力，在长生处没有喝水的情况下，护甲要2万2，在打怪时喝水的情况下有4万多，算是有非常高的物理减伤。搭配中盾冲锋的话，可以拿到护体。虽然打王的时候会比较少拿，不过在打怪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拿满的，可以看影片刷图时上方有没有图示。而格挡的部分有攻击格挡50%以及法术格挡42%，配合本身的秒回以及战红时回复15%生命，让这个流派有极高的续战能力。而且装备大部分都只要找生命和抗性就好，所以混开要撑满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光环也开了元素进化，直接给了全元素免疫。总结一下这个流派的优点，移动速度非常的快，高护甲的高物理减伤，刷图打怪时拥有护体的减伤，攻击格挡50%以及法术格挡42%，战红的高秒回续战能力，元素进化的全元素免疫，还有只要专心走位就能有完整的伤害。最后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不是热门拓荒流派，所以装备比较便宜。比起召唤的骷髅或者是注影，又或者是爆炸剑等等的，真的是便宜了很多。前面讲了一大堆的优点，再来很诚实的讲一下缺点是什么。第一点是清怪能力，最明显的是打张望和战乱的时候，战乱基本上只能打一半，张望也是没有办法清得很快，除非怪物要很密集，像是凋落或者是裂痕等等的，才有办法打得比较干净。清怪的能力就是差在战火的冷却。正常盾牌还没有做到毕业盾的情况之下，战红冷却约是 1.41 秒左右，也就是等于每 1.41 秒你才攻击一次。对于升怪很快的张望，又或者是怪物都站很散的战乱来说，清怪的能力实在是不太优秀这样子。第二点则是每刷一张图就必须要卡一次按键，个人是习惯卡键自动战红，我是把滑鼠的中键改成数字键的1，进图之后按住1，再把能 lock 关掉就可以了。这里有2个点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将军战火那一串的技能有升级的话，卡键就会断掉，必须得重卡一下按键。以及断烂掉的培育器，就是丢在装备上杀满几只怪就会掉东西的那一个通路。如果你点在衣服上面的话，当掉出道具的那一刹那，卡键也是会断掉，要重卡。基本上第二个缺点就是卡键的问题。而第三个缺点就是伤害的天花板比起其他流派来说较低，这一只角色的伤害极限值约在1500万左右。如果你是要追求秒杀各种王的，那就可以左转到风乱舞，又或者直接选择别的流派。
这个流派不是伤害取向，各种秒王的类型，虽然我觉得1000多万就已经玩得很开心了。整体下来，缺点的总结就是清怪效果略差，打张万和战乱有一点无力，每打一张图就要卡件一次，伤害上限大概就有1000多万，不能秒天秒地这样子。如果玩过的人还有发现什么缺点的话，也欢迎留言分享。那已经讲了一大堆了，技能、创法和天赋就直接看影片前面就不多讲了。再来是分享我的装备选择，武器暗黑贤者搭配残酷的几率这颗珠宝，珠宝的词缀选择纳西玛，可以把天赋变成先见之明，哪里瞎了？这已经是我连续3季把自己捅瞎了，瞎了之后才能触发暗黑贤者的恶语术，恶语术不是诅咒也不是印记，所以不需要有加一咒这种东西，而暗黑贤者记得要挑有加生命的。再来盾牌，一开始选择新的传奇盾破晓，我是直接拿了正面盾牌打完了这次所有新的王，当然也包含了塞勒斯等等。总之就是拿着这面盾牌赚钱拓图，然后买一面物品等级86以上的巨型塔盾放在仓库，遇到花园的防御系就闪一下，又或者打树敌有掉重命化石就丢一下，闪到有更高的护甲的盾牌就可以换掉了。这边也顺便再教一次毕业盾牌的做法。第一步是甩出高护甲，我个人是认为2300以上才及格，因为破晓就可以撑到2200左右了。如果甩完了之后满池，就要先去找花园的工艺，使用宝钱甩后，把后缀甩一条空池出来，之后要做出后缀的减少承受的暴击伤害。使用工艺前缀无法被改变之后，再丢花园的暴击吸，就会逼出这一条词缀了。假设甩完暴击吸之后满池，就必须从花园的宝钱甩后重来，后缀只有一条减少承受暴击伤害，并且空2时才是我们要的结果。再来就上工艺的减少承受的持续伤害卡池，这个时候就要再用狩猎者重考石了。不管你丢出了什么池，最后工艺再上个2倍伤就完工了。当然最好的池是将军战壕的冷却，不过我并没有甩到，而且也没有很多的钱弄盾牌。我这一面盾牌是空2后就直接卡池丢狩猎者重高了。做盾牌的片段我也有放上 YouTube。盾牌的介绍大概就到这边。手套则使用灼心手套或者是南翼手套，反正主要是上面的固定词缀，然后用副手时增加攻击伤害这一条，随便买一个底之后用金水丢个生命或抗性就好了。头盔就比较麻烦一点，重点是要先买副好模的头盔，可以选择加30%冷却让你红快一点，也可以选择加1幻影战士让伤害更高，我个人比较偏爱红快一点就是了。然后和手套一样，用金水点出个生命或抗性出来。之后固定的词缀就使用新的通过点用得到的词，新通过的用法也可以找影片看一下，我也有做一部很简单的教学。而头盔能点出什么词缀的话，也是要上编年史看一下。总之只要是点出能有用到的词就好了。这边我点出了脆弱诅咒效果和攻击伤害来用，然后鞋子使用行尸走肉来制造尸体，你只要走来走去就有尸体了。在还买不起行尸走肉之前，可以使用亵渎来制造尸体。我这一季好像也是练到快90才买鞋子的。然后戒指2颗和腰带都是补生命和抗性，其中1颗要上密教石的减费引导消耗，只要用工艺上1尺的魔力就可以补回来了。资金充裕的话，也可以找1颗脆弱诅咒的戒指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少放1个技能。然后衣服我还在穿加2白袍，上一季有玩过中盾粉碎的人都应该知道，中盾粉碎要撑到24级，伤害才会比较高。在技能保持21级的情况之下，我选择了衣服加2级以及项链加1级，因为在游戏初期的连接石还很贵，等到连接石变便宜了之后，就可以选择瓦道加2的受缚或者是范围等等，又或者是宗师队的君主之斧也可以，再不然用种族军的高尚力量趴连上硕戒者的主动保持加1也可以，一切都是看个人财力和喜好。目前我是选择最便宜的加2白袍就对了。而为什么要坚持衣服加2项链加1呢？因为我这一季很推新的传奇项链星辰，除了给你魔力保留效用不说，全部技能保持等级加1也是我们需要的。最重要的是全部的技能品质也加了30%，虽然我这一条是28%，不过这条品质的效果对将军战壕的 CP 值非常的高，因为将军战壕的品质会增加冷却速度，在增加了30%的品质情况之下，可以增加15%的冷却维护速度，以及中盾粉碎也可以增加15%的范围效果。更不用提各种光环也加了满满的品质，基本上这条项链我是绑定了，
所以衣服一定要加2才可以到达24级。在还没有钱买项链之前，可以使用一般的斜康项链就好了，有也可以涂很便宜的堡垒破坏者。我当初也是在还没有买星辰的情况之下打过那些头目的，而星辰涂了元脑来增加伤害，不过元脑是你必须要先放星主战士长才有效果。整体的装备大概就是这样。再来讲一下珠宝的部分，先声明我推完网的时候也只塞了一颗中型拿猛攻而已，其他的珠宝都是后面才补上去的。这只角色开了一组巨型和2组中型，巨型使用8天赋的物理伤害，词缀一样是挑碎铁者，其他的词有用到就好，不需要强求什么太好的词。中型的2颗分别是狱警呼唤拿护甲，模范领导拿猛攻，暴民心理拿各种球，鬼魅呼啸拿威吓。目前建议的词缀就是这4条，而可以变动的部分有2个地方，不想称护甲的话可以不要拿狱警呼唤，以及觉醒激战物理伤害在5级的时候会拿到威吓，所以鬼魅呼啸到时候也可以换掉。星团珠宝建议买1到2颗基底，再慢慢的在花园洗，可以使用火冰电混的词缀随便甩都可以。星团珠宝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再来塞1颗钢铁君主，拿钢之互换的范围效果和使用速度，可以弄1颗免疫腐化之血的是最好。而一般的珠宝建议挑1条最大生命，然后2条增加伤害的词缀，不管是范围伤害、迟钝增加攻击伤害、增加全域物理或者是近战伤害都可以。1条生命配2条伤害是最基本的，认真的找一下30系以下应该都有。整体的角色介绍就差不多这样。再聊聊台服 3.1 的一些感想。在第3天时，冲高时比混沌时来到1比300，真的是非常的夸张。不过幸好过几天之后有慢慢开始的回稳，一堆物价比国际服贵好几倍，好像也习惯了。只能说在台服不要抄太热门的拖王流派，不然就是等着被盘这样子。然后我一开始也是使用灵体玄武拖到红土塞转，主要是在等买到新的盾牌破晓才能转型。转型之前还真的是玩的有点辛苦，然后转成将军战吼之后，就整个世界都不同了，直接推完所有的网，还各种帮别人代打，只能说挑对一个好的流派真的很重要。而且在造价200多系左右就可以打完所有的网，在跑得快、生存高还能打网的情况之下，我对于这个流派在这一季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的。这个流派也连续做了3季的影片了，每一季的表现也都相当的不错，也希望这个流派可以继续的活下去。我大部分的时间会在下午开实况聊天，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要见钱的话，也可以过来找我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